我不管你是左派，我不管你是右派，我不管你是民主党，我不管你是共和党，我觉得咱们都应该团结到一起，都有一个一致的观点：美国的政治不能这么腐败。不能一个私人的公司给你100万，你就给他发1000万纳税人的钱。就很多人质疑您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就是包装过的共产主义？不是，完全不一样。2战的时候，美国跟日本打仗，他不但把日本的1代都给抓起来了，他把日本的2代、日本的3代也都抓起来了。我不想让这个变成咱们华人的未来。有500万华人的基础上，那你觉得美国哪个地方的集中人能把500万华人全部抓进去呢？美国的历史它是一个 cyclical 的历史，它很多时候1910年做的事情，它可能1930年到前，1940年又会发生。那时候是跟日本闹，现在是跟中国闹。同样事情发生，它也可能再做出来同样的事情。你看加州这2年的零元购非常多，随便进去拿950我都不算犯罪。加州监狱也关不下，您觉得这个法律对吗？抓起来每年得花咱们纳税人10万块钱。他们去抢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那也不对东西，那谁去保护这些开店的店家呢？对，这件事情是最典型的政治腐败的事情。他偷美国人纳税人的钱，比别的任何的人偷的都多。大家好，我是你的宝藏姐姐，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今天的宝藏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会客厅的是我们加州副州长的候选人 Oliver 马。你在北京出生，你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7岁。7岁，所以你是父母移民带您过来的？是的，我的父母是80几年来的美国，我姐姐是在纽约出生，他们搬回了北京，我在北京出生，7岁又回到了美国。那你回到美国以后，你当时是在美国哪个地区生活？在先去的 Alhambra， 就是离这儿很近，华人区，在华人区长大的孩子，对，搬到了尔湾，也是华人区。我看到您的履历是，您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是吧？是之前是一直做律师。对，先哈佛法学院做的律师。听说您现在是29岁，90后。28岁，什么契机让你想到你这么年轻就要出来竞选加州的副州长？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长大的时候一直都是有这个感觉，我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华人的孩子们，我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为什么？因为在美国有很多的种族歧视，我们的英文差，我们不懂美国的这个文化，我们没有看过美国的电影，永远都不会变成真的美国人。后来我进了哈佛法学院的时候，他们是打电话告诉你进了。我得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不是骄傲，也不是兴奋，感觉到的第一个事儿是安全。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上一个比美国还老的法学院，就再也不会有美国人说我不是真的美国人了，我不属于美国。我毕业之后做的民权律师，在 ACLU。有一天我需要进一个这个集中营去见我的客户，这个客户也是一个华人，一般我是唯一一个会讲中文的律师。我进去的时候，这个集中营的警卫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他看我是北京出生的，他就觉得你肯定不是美国人。他说你想进去，你必须得交出来你的 A number。绿卡。对，我说我没有，我说我是美国公民，而且这是我的律师的卡，证明我在加州我是一个律师，我必须得进去见我的客户。但是这个警察还是不让我进去。我记得我在那儿坐着等的时候，我看着我自己，我就想，我是一个哈佛毕业的律师，我在美国最有名的民权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但是在这种人眼里，我还是永远都不会是一个真的美国人。就这一点让我发现，华人必须得站起来，发出咱们的声音，保护咱们的社区。在美国的华人的未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未来。现在在美国各个州都有很多的法律，比如说爱荷华州，他刚发过一个法律，不让有绿卡的华人在他们的公共大学、他们的医疗的系统里工作，或者德西州说不让华人在这种州里买房子，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他们说的是不让华人买房子，是指不是让美国公民的华人买房子，而是说您是中国人，或者是你只是持美国绿卡。对，暂时居住的。但是这个还是种族歧视，为什么？因为有了绿卡，美国的政府说你可以在美国工作，你可以在美国买房子，但是州进来说，法国人的有绿卡的人没问题，韩国人、日本人都可以，就中国人不行。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什么东西都不一致，唯一一个一致一点就是觉得中国是美国的敌人。2战的时候，美国跟日本打仗，他不但把日本的1代都给抓起来了，他把日本的2代、日本的3代也都抓起来了。2代3代都是美国公民，我不想让这个变成咱们华人的未来，所以咱们现在必须得站起来。我想奋斗的是一个公正、公平、
的加州，一个相信法律、相信宪法的一个加州，让咱们华人的社区，让咱们华人的年轻人、华二代、我的孩子等等，在美国不但可以安全，也同时可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您刚刚所提到的，在二战时期把这个日本人抓起来，后来美国政府他也道歉了，然后也对日本人提出了赔偿。那你怎么从二战过后到现在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所谓的这个事情？那你怎么能在你想象当中，未来万一有一天他们都认为中国人是敌人，他会把我们中国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华人都抓起来关到这个集中营里面？您知道在美国如今有多少华人吗？中国人大约有500万。对，有500万华人的基础上，那你觉得美国哪个地方的集中营能把500万华人全部抓进去呢？所以他确实道歉了，但是你知道他是哪年道歉的吗？41年把日本人抓起来的，他是80几年道歉的。40年过去了，有多少人已经死了？他们那时候抓走了，他们不但房子丢了，他们的这些产业都丢了，工作也没了。而且美国的历史它是一个 cyclical 的历史，它很多时候1910年做的事情，它可能1930年道歉，1940年又会发生；1950年道歉，1960年没事，1970年这个是有你说的这个 circle 是有历史是 cyclical 的。以前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是 circle？ 比如说，他说这些人有可能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在1910年，在美国有一个 Red Scare， 那时候就是不听美国宪法，随便找人就抓，没有任何证据说我是共产党，就是那个人说我是共产党就可以把我抓起来。然后后来1920年，美国政府决定那时候不对，我们违反了美国宪法，道歉了，还给了一些赔偿。1940年又做了什么？同样的事情。1950年同样的事情。1960年、1970年又道歉了。1980年里根选上了，又做的同样的事情。所以咱们不能看他以前，他80几年他道歉了，他今天就不会做这种事情。美国的宪法，在我的脑子里，它是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是压在美国政府的头上的，这个大石头是让了这个政府不能变成一个霸王的这种政府，能欺负老百姓，强权对。但是美国宪法没有一个军队，美国的法庭也没有军队，它唯一的力量就是老百姓觉得它有力量的。把这个石头刻下来一块，这个块就很难再粘回去。所以美国的宪法被变得更弱，就很有可能以后它永远变得更弱。虽然它有时候会道歉，但是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时候是跟日本闹，现在是跟中国闹，同样事情发生，它也可能再做出来同样的事情。可是，在你所谓的出现这么多这个情况，如果在您说的那一天发生的时候，那您如果当选成加州的副州长，你觉得你能面对这么强大的一个强权政府，你能做什么？能为华人做什么？我觉得咱们华人在美国就500万，我觉得是很少，因为美国一共现在有350 million， 所以华人咱们光自己很难靠自己来保护自己。现在美国政府刚 approve 45 billion 块钱，450亿去建新的集中营。现在抓的是什么？现在抓的都是皮肤是棕色的，现在抓的很少是咱们华人。但是如果咱们现在不为这些人站起来，咱们现在不为美国的宪法站起来，那以后抓咱们的时候，那些人也不会为咱们站起来。这个是，所以咱们必须得站起来，来保护，不但别的社区，也得保护美国的宪法。但是您说要保护美国的宪法啊，您也作为律师，那你不认为他们这些偷越国境的人，他本身就已经破坏了美国的宪法，他已经犯了偷渡罪和偷越国境罪了，他已经在挑衅美国的宪法了？那您作为律师还要去帮助他们？他们没有违反美国宪法 ，OK， 宪法是美国的 Constitution，Constitution 唯一做的是控制政府的。美国的宪法不管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它只是控制政府能做什么。所以这些人就算他们违反的进了美国，他们跟美国宪法没有关系，宪法是最高的法律。谁违反了美国宪法？是特朗普的政府。我觉得一个政府违反美国的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是美国的最高的法律，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事情。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人，他是一个我的客户，他在美国住了20多年。他刚进来的时候确实是违法进来的，进的美国。他在美国住了20多年，他在美国这20年一直从来没有犯过罪，一直都是在农场里工作，摘水果、摘蔬菜。他有4个美国公民的孩子，都是年轻特别小的美国公民孩子。现在去年1月份，特朗普刚上台，把他抓走了，把他搁进了一个这种集中营。这些集中营不是美国政府的集中营，它是盈利公司的集中营。每一年有1个人在里面，他就收纳税人10万到20万块钱。所以以前你想，这个人好好的在家里不犯罪，为美国的经济做贡献，养他的4个美国公民的孩子，现在他给抓进去了，他是你和我的税去养，现在他的孩子也是你和我的税去养，凭什么？我觉得
这种家庭应该让他们合在一起，让家长、父母继续跟孩子在一起，不把他们分裂扔进这种有盈利的集中营去。可是美国的这个法律是，他的孩子到18岁，他就可以去申请他的父母的绿卡，不是可以留在美国。如果你是违反进了美国，你有多少美国公民的孩子，你嫁给了一个美国公民的孩子，你也永远不可以变成一个公民。这是美国的法律。有一个 exception， 我们律师有时候可以被他们申请，但是我认识在美国住过20年，嫁给美国的一个美国公民的老婆，有4个美国公民孩子，没办法，永远变不了美国公民。因为我前1个月我也去了这个移民监狱去探望了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在门口遛狗被抓进去的，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红通的人物，但是在里边我也看到，在我们华人社区里边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餐馆的老板，他老婆也是美国公民，他也被丢到了移民监狱里边，他老婆申请他也是不可以。但是除了被抓的这些人以外，他可能有一些人他还是或多或少是有一些暴力，有一些犯罪记录。那我们怎么能保证说这些所有的非法来的移民，他们都是合合法法的在美国安安稳稳的工作，为社区做贡献，去交税呢？美国的宪法说，政府要是想来抓一个人，他必须得能说出来原因去抓这个人，不能说这个人英文讲得不好就把他抓起来，不能看这个人的皮肤是棕色就把他抓起来，因为他不想让美国的政府变成一个 tyrannical 的政府，不会说中文，强权政府，强权政府不想让美国政府变成一个强权政府。以前他是怎么抓人？这个人要是犯了一个罪，他先抓进加州的监狱，如果 IC 想抓他， IC 可以去拿到他，把他搁进这个 immigration court， 看他是可不可以继续，因为就算你犯罪，也不代表法律上说你必须得离开。有些人，比如说他犯了一个小罪，但是他在美国有美国公民孩子，美国的法律是可以让他继续在这儿待着的。这个 immigration law 是比较复杂的。但是现在这不是特朗普做的，特朗普现在是怎么做？他的人就是在街上开车，一看这个人皮肤是棕色，就把他抓起来。美国印第安人来的比谁都早，还把他们抓了。为什么？看他们皮肤是棕色，只要抓到了一个棕色皮肤的人，他就能给这个公司去赚钱，所以他抓了这么多人。我们全国第一个 immigration rate 在我的城市，现在在 Bakersfield 工作。去年1月份，特朗普还没上台，他的一个官员就在我的这个城市 Bakersfield 就抓人来着。那天他抓了77个人，你猜这77个里面有多少个人以前有一个是个犯过罪？我不知道。你猜一下5%。77个里面有1个人。像中国有句古话叫“宁愿杀错100，不愿意放过1个”。我觉得那样说不对。他不是为了抓那一个坏的，他就是想抓这77个。那每一个77个他都想抓，为什么？因为他想给这个公司赚钱。为什么他这么想给这个公司赚钱？什么公司？有一个叫 GEO， 有一个叫 CoreCivic， 这是2个最大的盈利这个监狱公司，他们是私人的公司。美国政府给他们纳税人钱，让他们抓这些人。为什么美国政府想给这些公司赚这么多钱？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在竞选的时候给他提供了经济支持。对。你是公司，我是政治家，你现在给我500万，挺多的钱，你给我500万，我到时候我给你50万纳税人的钱。那你这样说，那换位思考，今天您说您所有的捐款都是个人的，和没有收到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钱。我唯一利益集团给我过的钱，我们唯一同意的就是工会。那工会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利益集团。但是工会跟这种公司不一样，因为工会是但是也是另外一种利益集团。那你也可以说，那 UCA United Chinese American 帮助华人权利的也是利益集团。我们不是说它是利益集团，我们就反对他们。有很多很好的利益集团。我在 ACLU 工作 ，ACLU 就是利益集团，他想保护什么利益呢？他想保护美国宪法。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我支持的利益集团是支持美国整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保护美国宪法，保护美国华人。保护美国的工人，这些都是我支持的。我反对的是一个私人的公司，就为了给自己公司赚钱，他去买卖腐败咱们的政治家，这个是我反对的。但是您所说的这些工人，他们是保护工人，是做什么的？但是你担保，如果你上任了以后，那你以后对他们给你提供支持的所谓的工人协会也好，还是汽车协会也好，不给他们同样反腐他们吗？为什么不会？我告诉你。我们比如说这个 United Auto Workers， 他 endorse 我，而且给我钱了。你知道他给我多少钱了吗？不知道。给我2500，挺好的。但是有些私人给我们5000，有些私人给我们9000。这种工会给我们的钱跟大公司发出来的钱不一样。这些石油公司，这些私人的这种监狱，一给他给10万。如果一个人给我10万，我收了他的钱，他给我打电话，我肯定接。一个工会给我2500，你觉得他打电话我接吗？
我可能接，但是我不是因为你给我2500我就变成你的奴隶了。不，他工会他有很多选票，那对他有好多选票，他代表的就是老百姓，我应该听有很多选票的这种组织，那就是老百姓，我竞选就是为了代表老百姓。石油公司有很多选票吗？没有。那所以我不想收他们的钱啊。但是您字里行间里边，您老说老百姓把这些摆放跟老百姓就这样阶级划分了，你觉得这个不是变相有点像我们以前国内的这种阶级划分吗？我补充一个，其实老百姓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在中共的叙事形态下的一个说法。美国其实没有老百姓这个说法，一般就是市民啊，或者是居民，或者是 citizen 公民。这老百姓其实跟政府或者是跟统治者是对立的。对，所以您现在字里行间里面，你就把所有的工人、群众还有这些普通的市民称之为老百姓，把自己放身在一个统治者的这个阶层去跟他们来进行对话。我也是老百姓。您说您是工会还有汽车协会去给您募捐给你竞选，那你们募捐来的这些钱最后去哪儿？我们其实跟很多的竞选团队不一样，大多数政治家是怎么筹款？他是去这种大公司，一要来10万，一要来20万，有时候要来50万，他把90%的钱都花在广告上，就是给电视的广告、social media 的广告上等等。我们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想把普通老百姓给我们的钱都给这种大的这种广告公司，而且我们也不需要。现在在这个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我们每个星期都平均有200万的点击，所以我们现在也免费的能把我们的 message 给发出去。在哪儿花钱？我们现在有多于5000个志愿者，比剩下别的候选人加起来都多，所以我们的钱都花在训练这些志愿者上，教他们，比如说今天咱们看到的这些孩子，教他们怎么讲话，教他们怎么在他们的社区里去组织 organize， 能一起来保护咱们的未来，还有保护美国宪法。那你说，你去训练这些志愿者，你把这些钱都相当于发工资，还是不是都发给他？我们是 hire 了organizers 组织者者，他们去训练，所以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有训练。我们每个星期在加州各地都会有这个 events， 请志愿者出来。我们上个周末有了24个 events， 从圣地亚哥一直到 Chico， 每次都是会有志愿者来，我们的 organizers 会给他们训练。像我们所理解的，副州长其实并不是一个体现权力的一个职位，真正的权力其实还是在州长的手里边。那你大费周折的去竞选这个副州长，其实是得不到什么权力的。副州长跟州长跟美国总统跟副总统很不一样，总统跟副总统是同一个 ticket， 你选票你是选2个人一起选。在加州，州长跟副州长是不同的，你可以选共和党当州长，选民主党当副州长等等，因为它是不同的这个职位。加州的 Constitution 也给副州长一些副总统没有的职位，比如说在加州，这个副州长他是加州的 Economic Development 的 Chair， 就是他负责加州的经济，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最想达到的就是让房租还有这个 mortgage 让老百姓更能付得起。同时，加州的副州长也在加州的公立大学，包括 UC， 包括 Cal State， 包括 Community College 这3个 board 上，他是一个 voting member。加州的副州长也是加州的 State Senate 的总统，他可以 co-sponsor 这个法律。同时他也在 State Land Commission 上，在 Ocean Protection Council 上，所以加州的副州长，尤其是跟别的州来比，他有相当多的权利。我想您说的相当多的权利，是因为加州其实它的经济体已经超越了某些国家。那我就想问了，您提出来的口号是要把租金打压下去，可是租金这是一个市场供需关系。您是一个学法律的，不管是我们说的左派是右派，还是说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说，房子租金它是一个供需关系的市场，对，是的，而这个调节的，对，而不是说用咱们的公权力，用我们的政府去强压给房东，你不准涨租金。现在它变得不是市场的关系了，因为市场，我同意，市场是 supply and demand， 你应该 supply 跟 demand 这2个 line 交叉的地方，这个是它的 market 的 price。但是它现在把这个给 artificially 变得更高了，它不是变成普通的 market 了。怎么变得更高？房子的 demand 是人想住进去，有多少人想住跟有多少房子，这个应该 dictate 它的价格是多少。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大的投资公司买了很多的房子，他们不是想住进去，他们是想投资，所以他们把这个 price artificially 给弄得更高了，因为他往这里搁了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他投资的钱，所以让这个市场变成了普通老百姓付不起了。比如说任何别的东西，如果你让他们去投资，都会把这个价给变得更高。比如说股票，
如果美国政府 COVID 的时候，他给每个人发了几千块钱，股票市场立刻就往上走了，因为大家都有更多钱去投资进去了。房子你让他们没有控制的让他们去投资，他们也会把这个价格变得 artificially 变得人造更高了。我支持的是让它变成真正 free market dictate the price， 就是谁住进去，有多少人想住进去，跟有多少 supply 来 dictate 它的 price， 不是有多少投资公司能往里面发多少钱。可是按我们所理解的，其实投资公司可能是占一部分，大部分还是说普通的老百姓，像您说的老百姓，他自己赚了钱，他买了一个房子想出去，可能想要赚一点租金。那他买房子的钱，他也是自己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去赚来的血汗钱，也不是说像那些投资公司，他作为房东只有那一套房子去出租，想可能赚一点贴补一下家用。可是这些租客他赖着不走，还有他造成了这个房子里边的水坏。那你这样谁来保护房东的利益？现在加州法律已经保护他们了。如果你在房子里你造了 damage， 它可以从第一，它可以从你的 security deposit 里拿出来。如果不够，如果不够，他也可以在法庭里他跟你要这个钱。我在这里做过律师，做了2年，所以这些法律都是有。但我不走，你不走，你可以被 evicted。对，但是也得等6个月。对，等6个月，但是那个时候6个月我损失了6个月的房租，然后你还把房子损坏了。你也可以去在法庭里去要这个房租。那没钱，客户就是不付，我没钱。美国允许我个人破产，我就是没钱付。那他得真的没钱，但是他很多人不是真的没钱。可是很多人就是这样赖。现在加州整个情况就这样，加州更有奇葩的法律是，这个房子没有人，我就可以住进去，就算是个流浪汉 homeless，我进去占有了这个房子，我连续5年为他交这个房产税，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在美国历史里，不是指加州，在美国历史里一直都是有 common law 的 concept， 在英国就是有。为什么有？这个社会里有些 resources 它是有限的，如果有一个人不用，在那儿扔着不用，另外一个人用的人有更大的权利。而且他不是说你住进去了5年你就可以，他有很多的限制。你进去用，你必须得是很 noticeably 的用，你不可以什么你就悄悄摸摸的在那里住5年就变成你得特别吵的用，你得让别人能看进去你在里面用了，只能你用，别人用不了。而且房东5年都不管，有很多，而且还有别的限制，这些限制都得到了，这个人才可以这样。我给你讲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加州的房租这么贵 ？OK，大家都说加州房子不够，应该做更多的房子。对，说应该做100万个新的房子。你知道加州现在有多少房子是空的吗？不知道。1.2万，120万，就是比咱们需要的更多。如果把这些空的房子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咱们一个新房子也不用做。那为什么有120万个房子是空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投资的。对，比如说你有1000个房子，你把200个弄是空，让它空的，你不收房租。虽然你这200个房子你有损失，但是因为你让这个 supply 更少了，你剩下800个，你可以 charge 更多。不但你那800个你加的房租更多，对你那整个1000个房子，因为你 create 了这个 artificial 的 shortage， 你这整个1000个房子都能更贵，你的整个的价格都更高。所以这些大的投资公司，他们有一个 economic incentive 去让这些房子是空的。而且它一空，它留空5年，这个不但 hurt 不可以住的人，把咱们整个加州都变得更贵，房租贵，让所有东西都更贵，让你的餐馆也更贵，让你的 small business 也更贵。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说加州的租金贵，就造成了加州的生活费用的上涨，对。但是我们感觉到的是，加州的建材就随着它造房子的成本也贵了。如果它造出来新房子，我去买了以后，我出租出去，我会很担心，万一租客来住了以后不付押金，那我宁愿不要去投资这个房子，给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我还要去擦屁股。那我宁愿不要去投资，我就住我自己的房子就好了。那这些公司它就不会再去开发，也不会再去建新的房子，那加州的房地产也就是停止不前了。不会的，我明白您这个观点。OK， 那咱们看咱们的水，家里的水一般你打开都会有水，你用的水一般还不是很贵。这个水是一个私人公司给你的吗？不是，政府一般不是。而且它为什么水有而且便宜？因为政府花钱 invested in 这些 infrastructure 了。加州花了很多钱去投资到咱们的这个 canal 水道，还有咱们的 reservoir 水库。同时这个电，你打开这个电，一般咱们打开就会有，而且一般还比较便宜。为什么它可以这样？不是因为一个私人的公司给你提供，而是因为加州花了很多钱去投资到这里，让 build 咱们的 power grid，OK， 咱们的这个 energy infrastructure。这些人需要才能存活的东西，电、水、房子、医疗，不应该只有一个公司能赚钱才会给老百姓提供。因为咱们的医疗这个系统，咱们的房子这个系统，
只有公司能赚钱才提供的一个系统。结果是什么？又贵又少。那等会儿说完。所以我觉得咱们不应该只靠这些公司进来去做房子，政府应该进去做房子。我在北京长大的，我的奶奶一直都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她在北京，政府给她了一个在北京中心海淀区，对，完全免费给她，还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 apartment，安安全全的退休，养我也可以养我姐姐。美国也需要有这点。现在你在美国，你是一个小学老师，很难能付得起一个房子。那您说，如果是过多的政府的公权力过多的进入到切入民生的这些东西，那么除了民生之外，那你就不会担心这个公权力长成一头猛虎，它也会限制你。比方您现在的政治言论自由，其他的东西它也会猛如虎啊。我支持的是一个在老百姓普通的生活自由这个方面上一个很小的政府。政府不应该来告诉你你能不能读一些书，你能不能爱谁，你能嫁给谁。政府不应该管你信什么教等等，你的言论自由这些政府都不应该碰。政府应该碰的是什么？是让老百姓能付得起房子，能付得起医疗，能付得起教育，这个是政府应该 focus on 的东西。确实有可能政府在经济里变得更大了，它在人的言论自由里也变得更大了，所以咱们得跟很多的别的国家去学习。在很多西方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什么的，他们都是一个在经济里很有权力的一个政府，但是同时比美国更保护言论自由。如果是让政府来介入到什么全民医疗、教育等等所有的方面，您自己也说了，加州目前是一个高度腐败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个高铁说建了多少年，到现在是看都没看到，动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钱都花没了，什么也没见。看新闻说，好像据说是4350亿全部被滥用、浪费，对，还包括所谓的救济给这个流浪汉的基金。这么腐败，如果权力一大，这些东西就很容易被滥用、被腐蚀了。是的。那您又如何保证您所想象的，到那个时候政府就只管这些？等我当了副州长，哪个保险公司或者是哪个医疗集团，那我就给他们，把钱发给他们。对，这个是特别大的问题。所以我有很多的共和党的朋友，而且我跟他们很好，他们其实是很好的人，也是心很大的人。他们说我不支持政府去做这些善良的事情，是因为我不信任政府，我也不信任政府。我知道政府腐败很多，不是指共和党，也不是指民主党，两个党都这样，都是很腐败。这为什么我竞选？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收这些大公司的钱。他现在给你钱，以后他就想让你把纳税人的钱发给他。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我不管你是左派，我不管你是右派，我不管你是民主党，我不管你是共和党，我觉得咱们都应该团结到一起，都有一个一致的观点：美国的政治不能这么腐败，不能一个私人的公司给你100万，你就给他发1000万纳税人的钱，这个是第一个要改的。所以我竞选不收大公司的钱，有很多跟我一致的竞选的人也不收这种大公司的钱。我觉得咱们左派右派不管哪个派，咱们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候选人。包括这次副州长竞选，我看到了里边有2个中国人，咱们而且2个都姓马，好巧。2匹马。用我们的话说，他已经在体制内了，他已经是加州的财政长。那你觉得你跟他竞争，你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不想 target 任何某一个竞争对手，我可以说我有一些跟所有人比的优势。OK， 第一个优势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在政治里，我也没有收过这种腐败的钱。我的所有的，那说明你还年轻啊。不，因为我工作了很长时间，不但我在律师之前我就做了10年的 community organizing 的工作，我开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专门就是为了华人的利益而去奋斗，叫美国未来华人领袖孵化器。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在前线上。别的候选人跟这种大公司去募捐，我是在这种集中营里想把家庭给团结到一起。我觉得现在加州需要的就是一个能为咱们老百姓在前线上奋斗的一个人，不是一个在政治里已经混了20年的一个人。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咱们加州的新移民，咱们是一个最受打击的一组。我是美国公民，但是我的奶奶不是美国公民。OK， 她现在是绿卡。在我在中学的时候，她在我的中学旁边走路。就被 ICE 被抓走过，15年以前的事情。所以咱们必须得保护咱们的移民，保护咱们移民社区。之前咱们说说什么，他Iowa的州说不让中国的绿卡人去那种地儿工作，不让他们去买房子。虽然这个不会 affect 我，但是它会 affect 我的家人，我的奶奶。OK， 所以咱们必须得保护。为什么以前没有？为什么突然就出现了这条法律？凡是有因才有果，那是因为有很多的拿了绿卡的华人，比方他在高科技公司工作，他悄悄的，或者是在大学里边的
教授，或者是拿了一些研究成果或者是一些东西把它送回去了以后，所以才造成了美国政府认为我投了那么多钱去抚育你们去做研究，在大学里边或者是在高科技公司里边，成果被你传回去了，高价卖给了，行，所以我才不让你来做这个事情。美国政府的宪法说必须得有 due process， 他把一个人一个 individual 的人的东西拿走了，不管他是他的自由或者他的工作或者任何东西，之前他都得有 due process， 他都得先拿法律去证明你是干了错事了，不能看你是哪个种，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你讲什么语言，不能看你是哪个族里就觉得你可能就是坏人，就把你的自由给拿走了。我觉得咱们都是支持一个不是一个大的政府，咱们都想保护言论自由，都想保护普通老百姓，咱们应该都支持 due process 的政府。政府先证明你有罪，不能说先说你有罪再去证明。我不支持他看你是华人，他看以前有些华人做了这种事儿，就把所有的华人都惩罚。因为如果他继续走这样的路走下去，以后咱们在美国所有的华人，不管你是绿卡还是公民，用这种的 argument 都会把咱们给搞得很惨。刚刚说到，作为副州长，你可以在加州的大学的系统里面作为一个董事。您想，加州也有一条很奇葩的法律，包括您上的哈佛哈，包括什么医学院这些，对华人都有歧视。我们华人要非常努力，要非常优秀，可能不如比方说黑人，或者是他们低20分，或者他们可能拿个 B 就可以上哈佛医学院，我们可能全 A 可能都上不去。您自己应该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不支持他说这些座必须得留给哪个种族，我也不支持他说一看你是黑人就给你加10分，一看你是华人就给你减10分，这个我也不支持。OK， 哈佛上最高法院的官司的时候，他发现了，他分种族的时候，他会给这些人一个 personality 的分，看你的性格的分，给华人的分平均是最低的，比所有任何别的种族都是低的。我觉得这个是代表了他是有种族的歧视，这个我不支持。我支持的是大学可以 consider 你的 race， 他也看你的成绩，也看你的分，不是看你的整个种族，在你的身上、你的命里、你的历史里，对你的成长有了什么帮助，或者有了什么挫折。我申请哈佛的时候，我讲了我是华人，我开始的非营利组织美国未来华人领袖孵化器，我也讲了在美国是一个华二代长大的挫折，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些点。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华人，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一点，一个让我很骄傲的一点。现在有些人想说让大学不能讲、不能想这些东西，不能看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不公平。我进哈佛就是因为我讲了我的华人的这些事情，哈佛看了我是华人，我的历史，我的这些经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写的这个 essay 才让我进的。让我不能说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对我也不公平，对这些学校也不公平。如果说您当上了副州长，你觉得你在加州大学的系统里边，你能为华人做什么？最大的一点就是保护咱们美国的宪法，因为美国的宪法是保护华人的最重要的这个盾。如果咱们让美国政府能进来做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说有些华人做了 A， 咱们就可以说所有的华人都有可能做 A， 这个是对咱们社区最危险的一点。到时候跟中国有冷战，他就可以用这点，他就说你看这有2个华人间谍，咱们就可以觉得所有华人都是间谍，就可以把所有的华人都抓进技术营里。他抓日本人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点，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得打败这种想法。美国的宪法就是说 You're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政府想让你有罪，政府想把你抓起来，他必须得先证明出来你做错了事儿，不能是反过来的，这是咱们基业保护的一点。现在特朗普政府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违反了这点，我在美国法庭里跟他打官司，就是因为这点我还打赢过。哪一个官司？叫那个 UFW Foundation vs. Nome， 是去年4月份的，我们是3月份上庭的，4月份就打赢了。什么原因？是代理的？他1月份他在这个 Bakersfield， 他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77个人， 77个人只有1个是犯罪的，剩下人他是为什么抓？看是皮肤是棕色就给抓起来了。这77个人放了吗？大多数都放了。如果他的方法是比较极端和不对的情况下，那如果您站在加州副州长的位置上，您怎么来保护我们这个社区？您知道现在其实加州治安非常的差。您看到之前3个星期以前我们车刚被砸，我的这个 campaign manager 他的那电脑就被偷了。对，您在湾区那经常被砸车，那也是很简单的事情。甚至有新闻在旧金山的华人在唐人街上，华人好好的在公路上走，就被捅被打。我们的治安现在这么堪忧，那我们这些合法公民
都不是移民了，就是合法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怎么来保障？您说，包括到现在，南加州的治安也是非常堪忧的，警察完全属于不作为，甚至是乱作为，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一堆。洛杉矶还有我住的那城市 Bakersfield， 整个城市多于一半的这个 budget 都是给警察，给他们特别多的钱。现在的治安这么差，然后还有这么多非法移民进来，很多也是在自己本国是有犯罪记录或者是有案底，然后呢逃到美国来。这点有点不对，就是他这个数据里，移民进来的他的犯罪率是美国普通老百姓犯罪率的1/4。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就是他们的破坏的犯罪率，就是它的程度高过于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犯罪率的。但是不是这个不是移民，在美国出生的老百姓的犯罪率是移民老百姓的犯罪率的4倍。那我的换句话说，那么比方说没有这些人的话，那是不是这一部分的犯罪率就没有了呢？但是你不能这样想，但没有美国人犯罪率也少，没有任何人犯罪率都会更少。但是你得看这些人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好处，对吧？这些他们不但他们犯罪率比普通的美国人少，他们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地方，他们干了很多美国人不爱干的工作，对美国的经济是他们有特别大的 positive 的 impact。您说的这是其中一部分人，但是很多人他还是好吃懒做。为什么所有的这些非法移民通通都到我们加州来？就是因为加州有高福利啊，大多数的福利他们都不 qualify。你看现在洛杉矶downtown全是发免费食物的，他们可以不用工作，他们就可以领到免费的食物和水。你觉得在美国有免费食物水就行了？你看洛杉矶那么多的流浪汉，他们靠什么生活？那些流浪汉有多少是移民？有很多。别把大家都搁到一起行吗？我同意加州的治安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咱们别怪在移民身上，大多数都不是移民。OK， 那些流浪汉也很多，都是美国人。你别把大家都搁到一起。好，那就算他们不是移民，那也有移民，确实有一些是移民，但是更多不是，而且就是它的比例更多是美国。不管他是不是移民，那他现在是加州的现状，对吧？这个社会治安问题不应该更是重中之重吗？你能为我们的社区做些什么？不仅仅是说你要去为非法移民战斗，你要去我不是为非法移民战斗，我是为美国的宪法战斗，因为美国的宪法不但保护非法移民，它也保护华人。但是那个有点大，那我们说一点，就是能身边的近的，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就很担心，一会儿车子被砸，东西被偷被抢，您怎么能来保护我们当地的社区？美国现在，而且加州也包括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物价太高了。OK， 我有一个我女朋友的一个家人朋友，这个家人朋友他是1950年上的大学，然后呢，我问他，你那时候你 minimum wage 的这个工资，你工作多长时间你就能付得起1年的大学学费？2个星期，他说。现在你工作3年，你也付不起1年的大学学费。自从1980年，美国的平均的工资就没涨，它跟这个通货膨胀来比，一直就没涨。同时，这个医疗涨了很多很多，房租涨了很多很多，它这个大学学费涨了很多很多。我在北京出生的时候，一个平均的美国人比一个平均的中国人活长8年，现在一个平均的中国人活得比一个平均的美国人还长。所以这个美国的社会有很大的这种经济上的很大的问题，这个是政府需要解决的。治安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一点，普通的老百姓付不起房租，普通的老百姓付不起医疗，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看不了病，上不了大学，就会有治安的问题。咱们第一个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1980年之后老百姓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挫折呢？就是他这个政治的腐败。一个大公司可以花这么多钱，100万块钱捐给政治家，政治家就给他这个1000万的纳税人的钱，把纳税人的钱都分给这种私人的这个公司去了，就不花在老百姓的头上了。1970年的时候，咱们加州房租也付得起，大学也是免费的，医疗也不那么贵，现在都改了，这是咱们需要打败最大的问题。但是您说这个是因为工资没涨，然后呢，生活这个成本增加了。据我所知，咱们美国是有白卡的，也就是说你没有钱付，其实政府是给你兜底的。而相反，我觉得最惨的那部分，就是反而是认真工作，就是勤奋工作的人，就是这个中间的这部分人。我每个月我辛苦的工作，比方说我现在洛杉矶领4000块钱一个月的话，我就还要付高额的保险费，我还要付房租，还要付很贵很贵。反而我干脆我躺平好了。对，躺平不行。现在美国历史是发生了什么呢？它1970年的时候，好像65%的老百姓都是在中产阶级里面，现在好像变成了40%。
就是代表什么呢？有25%本来在中产阶级的人落出来了。咱上限变低了，对，变低了，而且它确实有些白卡，对吧？它有些好处，但是那些好处也不够，所以咱们加州还有美国有治安的问题。老百姓，你政府给他一点这个，让他去能这个 food bank 里拿点豆子，拿点米，你说老百姓就高兴了。你觉得这比方说一个月200块钱的这个福利不够的话，那你说您当了副州长以后，你说好，我一个人给你发2000，我不觉得应该给大家更多的福利，我其实是反对这种随便发福利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福利这个它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儿。而且很多这些福利的钱发的钱，最后都给这种大公司。比如说什么呢？这个房子它有 Section 8，Section 8是什么呢？你付不起你的房租，对吧？他就说你交1000，政府帮你交1000，但是这个最后这个钱都是给谁？都是给你的房东。而且 Section 8它做了什么呢？因为政府把这么多纳税人钱搁到了这个 market 里，搁到了这个 rental 的市场里面。如果你在 Section 8上，你在这个 program 里对你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如果你在 Section 8的 wait list 上， Section 8一般你得等好多年你才能得到。你在这个 wait list 上 Section 8做了什么呢？它把 market 的房租给变得更高了。或者你比如说你是中产阶级，你比 Section 8的这个 limit 高一些，你得不到 Section 8的钱，房租因为 Section 8也会变得更高了。我支持的是什么呢？不把 Section 8的钱这样发给老百姓，让他交给他的房东，拿这个 Section 8的钱就让政府去做房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应该给大家免费的发钱，我反对这个 universal basic income， 我反对每个星期每个月给大家发1000块钱的福利。我支持的是什么呢？让咱们的经济更公平，让普通的老百姓能付得起房租，付得起医疗，付得起教育，他们才能出去为咱们的经济做出来贡献。对，您提到了您要让老百姓有这个钱去付得起，所以你提出来要把这个最低工资涨到21块。我们现在加州的最低工资是16.5块。我听说德州那边好像是红州那边是14。您觉得多少企业、多少资本家愿意为了您说的这个工人工资涨到21去买单呢？以马斯克为首的很多高科技企业，包括什么惠普，全部都离开加州了。如果你今天再把这个工人的工资涨上去，然后这个企业的这个重税加起来的话，那你不是去 push 了这些所有的资本家全部都逃离加州吗？我觉得那更失业了，那就别说21块了，你16块都赚不到，你还赚什么21块？我觉得最低工资应该是 living wage， 就是一个工人他应该只靠你这个最低工资就可以养得活自己，不领福利，这是我觉得最低工资应该到的那点。为什么必须得在这一点呢？因为如果一个公司给你的工资比这个点，这个 living wage 更低的话，那就说明纳税人把钱送给了这个公司。如果麦当劳1个小时只给你7块钱的工资，但是你在加州你存活下来，你得需要15块钱每个小时，那剩下这8块钱从哪儿来的呢？就是纳税人，对吧？就是纳税人的这个福利，才能让这个工人继续给麦当劳工作。我觉得如果你这个公司付不起一个 living wage， 让这个工人不收福利，你给的工资就能存活下来，你这个公司其实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你唯一存在的方法就是政府给你这个福利，给你的工人福利其实就是给你福利，因为你没给你的工人足够多的工资，对吧？所以我不是说21这个数字是随便乱想的，我觉得所有州任何州的最低工资就是这个工人靠你的工资就可以不靠福利就能存活下来的。可是加州这么多的这些福利，这些所有的东西都靠这些企业的税收这些东西，那如果他们都走完了，那谁来帮加州？当你当副州长的时候变成了一个空壳，财政没有钱，财政出现了赤字，你咋办？我觉得他们不会走完。为什么不会走完呢？你看这个咱们美国有些州他们没有任何税，最低工资也很低，没有州税，也没有这个工资的税，比如说 Alabama， 比如说 Mississippi， 对，这些红州有多少大公司？这些红州有多少个企业？这些红州的经济涨了多少？这些红州的老百姓的生活，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年度比咱们加州少10年。为什么这些州出不起来 billionaires？ 为什么这些州出不起来这个大公司？为什么大公司企业创新都是在加州出来的？因为咱们加州有 human capital， 在咱们加州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成功，在咱们的加州有好的大学可以让他们上，有政府的福利让普通的老百姓有一个未来的希望。这就为什么 Elon Musk、Google 这些 Silicon Valley 什么都是在咱们加州开始的，因为咱们加州 invest 了。现在这些富人、这些大公司得到的这些好处，他们就想离开，去这些州。那些州本来就养不起这种公司，就这种 Google 不可能在 Alabama 出现，只可能在加州出现。咱们得保护这样的未来，
保护咱们加州经济的未来，让咱们加州是一个永远都能有创新，能有 Google， 能有这种大公司，也能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有幸福的生活的一个州。就是它不仅是说对于富人他在逃离这个加州，您说加州去孵化他们或者什么的，那都是曾经。今天现在的高额赋税之下，那么您提出了在您上任以后，你还要增加企业主的增加他们的这个税收，那企业主我可没说过要更加他们的税，我支持是有2种税要更增加。第一个税是 billionaires tax， 我觉得 billionaires 应该配一个 wealth tax， 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 billionaires会因为你多收点他们的税，他们就得卖他们的一个房子或者卖他们的一个私人飞机。第二种我要支持的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现在这些大公司交的税是比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少的。为什么比他们少呢？他们钻了漏洞啊，咱们得把这些漏洞给掐住。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漏洞是什么？是 Proposition 13的这个漏洞。Proposition 13它是1978年过的一个法律。法律说什么呢？说你有房子，就算你的房价增长了，你的房地产税不会增长。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20万买的，现在涨成了100万，你还是交20万的这个房地产税，直到你卖。你卖了之后，那个新买你的房子的人他就付这个新的这个税。我觉得这是挺好的法律，对吧？我的奶奶每个月的 Social Security 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她的 Property Tax 每年都会越来越高，她到时候她就会被驱逐出去。但是我觉得这种大公司不应该得到 Proposition 13的这个福利，为什么呢？因为大公司从来都不用卖，所以现在这些大的投资公司，一个公司就有1万套房子，它这1万套房子，它还是在交1970年的税，或者迪士尼还是在交1970年的税。这些大公司交的房地产税是普通老百姓交的20%，普通老百姓交的30%。我觉得这样不对，我觉得这种大公司应该 pay their fair share， 跟咱们普通老百姓付的是一样的，咱们这样就能让咱们的加州的大学这个学区什么的都会有更好的这个funding。但是你怎么区分这个大公司和老百姓的这个房子呢？到时候你的政策出来，不可能说我只针对这一个小部分人群，你的地税就涨，你的地税还是保持呢？你的法律是公平的呀。对，所以就是对，不管是企业主也好，老百姓也好，那按你这么说的话，那老百姓遭殃了。不会的，你看它是 LLC， 它的 incorporated 是一个公司，就这样，就是让它不会得到 Proposition 13的这个 benefit， 就跟咱们现在 corporate tax 一样的。它 corporate tax 跟 income tax 它分得很开的。您说把这个加州的这些税金还有这些财政的收入更多的就从这个惩罚性的政府部门转移，现在以先预防后惩罚。我们现在的这整个加州犯罪率非常的高，零元购。加州的犯罪率其实比很多的红州是少的。但是现在在加州很普遍，950以下不算犯罪，但红州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是红州还是犯罪率更高。但是它的法律没有这些，是的，没有，对吧？犯大罪的人少，犯小罪的人多呀。那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950以下都不算犯罪。所以你看，加州这2年的零元购非常多，随便进去拿950都不算犯罪。加州监狱也关不下，然后把那些重罪的这些人全部都放出来了。您觉得这样对吗？重罪的人怎么都放出来了？就经常有新闻，就是加州的监狱把这些身负重罪的人全部都放出来了。咱们也不能看新闻上说什么就是觉得它是事实，因为很多时候它这事实会更复杂很多。我也不知道它这个细节，但是我觉得就是真正事实没有那么简单，说重罪的人都放出来了。确实，这个950以下有些时候他不会 prosecute。您觉得这个法律对吗？很多这种去偷东西的人，他就是偷东西。如果他用了一个枪去偷了这个东西，那不管他是偷了50块钱还是偷了1000块钱，都会有罪的。OK， 所以他如果没有用暴力，也没有用武器，他偷了这个东西，把这个人抓起来，在咱们监狱里，每年会收纳税人可能10万。你把这10万块钱发给这个人，这个人以后再也不会去砸东西了，也不会去抢东西，他能上大学，他能付得起房租，他能有很多好的事情。所以在咱们加州的这个经济上，为了保护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的纳税，咱们的税，其实在 public policy 上不应该把他们抓起来，抓起来每年得花咱们纳税人10万块钱。他们去抢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那也不对东西，对，那谁去保护这些开店的店家呢？对，所以咱们得改，对吧？我觉得 solution 也不是要怎么改呢？我觉得 solution 也不是让他们随便去打抢，也没有问题。solution 也不是把他们都抓起来，把咱们纳税人都花在这些监狱上了，咱们都没有钱去交学费了什么的。我觉得怎么改呢？就是让普通的老百姓能付得起房租、医疗和上学。你让这些犯罪过的人去抢了、偷了一个电脑这种的人，你给他们钱，让他们能上得起
学校，让他们能得到医疗，让他们能付得起房子，跟所有普通老百姓都应该能付得起这些东西的话，很多那些人就以后再也不会去犯罪了。可是以现在加州的这个最低工资的话，他如果认真上一个班，他付个房租或者是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呀。不是没有。一个小时16.5，一个小时天上8个小时。行，那一年是多少工资？你知道吗？一天8个小时嘛？对，一年是多少工资啊？100多一天嘛，100多一天。3万多一年，3万多。在加州，你觉得一年给3万多的工资能存活下来？我觉得如果是普通生活的话，我觉得他打这份工应该够了。你试试。现在洛杉矶普通的工资就是这样。不够，谁觉得这个在洛杉矶你一个小时给15块钱的工资就够？17块钱，17块钱就够。谁觉得？我们现在有跟我一个年纪的人，有些人7万、8万的工资一年都觉得不够。你觉得谁3万就够？7万已经到中产了吧？就是其实不是，你觉得7万在加州能算中产吗？我觉得你在加州你10万才能算中产，尤其是在洛杉矶或者这个湾区，对吧？对。所以3万谁觉得是够？行了吧？我觉得。但是保障最低生活是没有问题啊，不至于让你去偷去抢。3万，你试试，尤其是比如说你有孩子。对，是你有个奶奶，你有个妈妈，你得养，你有医疗的这个债。对，你如果是要养这么多一大家子的人的话呢，那肯定3000是肯定是不够的。对啊，1年3万，你觉得你的有多少听众觉得是够？可是你增加到21的话，也并没有人改变。21变成4万，对，也并没有。所以我觉得21其实不是很高。可是你好像给说成多高似的，4万你觉得够？我觉得4万都不够。但是关键是现在的企业，他就认为你这个多了以后，他就跑了，我们就连17都赚不到了呀。不会跑的。他现在能偷你的福利，为什么咱们现在得花这么多钱给人福利？就是因为这些大公司每年就给他们付3万的工资，所以他们这么多人得需要福利。有些人他得工作2个工作，他还得收福利。咱们得让咱们的经济更公平。有哪点不公平？为什么咱们房价这么高，对吧？我觉得解决这个房价的问题，不是给人发钱就解决了。你得让这些大的投资公司不能买这么多套10万、20万套的房子，然后把这些房子20%都是空的，不往外租。现在咱们加州有120万个空的房子。这个是咱们经济不公平的一点，让所有人的房价都更贵，而且你房价贵了，你所有的物价都会变成更贵。如果你上任了以后，那如何能控制这些大公司他不去投资这个房地产呢？要不然给他们一个 limit，让他们只能买，比如说5套房子，要不然让他们交一个 tax， 得配一个 property tax 的 penalty。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我也觉得。但是您说要提高这个工资，然后呢来说，如果是正常运营的企业，大企业可能其实他无所谓，他真的，比方说像马斯克，他真的，你说你从16到21，对于他来说，他真的无关痛痒。其实反而是那些小企业主，其实加州有很多的是小型企业。是，但是你觉得一个 business 在自由市场上存活不下来，你觉得应该给这个 business 福利吗？他在 free market 上存活不下来，business 没有任何福利但是现在他就是等于给他福利了，因为他付不起工资，他付不起一个 living wage 给他的这个 employee， 就是咱们纳税人给了这个公司福利。他的工人需要1个小时20块钱才能存活下来，他只给开15块钱的工资，剩下5块钱谁给？就是你和我给。这个公司在自由市场上存活不下来，为什么纳税人得给他钱？我怎么没有理解到咱们纳税人去多付了这5块钱呢？因为我是做这个海外仓的，然后你看像咱们的工人，仓库里面的这些工人，他的工资就是18块或者19块或者20块，或者最高可能22块25块不等。他们除了领这工资之外，没有任何人能给他们福利，他们可以上哪里拿到这个福利呢？你不是说很多有白卡吗？这个加州是一个白卡的州，给他们医疗的福利，给他们房租的福利，给他们教育的福利，这就是咱们给的福利。比如说你开一个公司，对吧？比如说洛杉矶需要21块钱的工资才能存活下来，你只给他开15块钱，那这个人其实需要21块钱，他剩下这6块钱是哪来？他就是福利，他是去 food bank去拿吃的，他是有房租的福利，他是有医疗的福利，他是有教育的福利，这些钱是哪来的？对，这些钱是你和我的，就是你和我交的税的钱，所以就是咱们的纳税的钱给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本来在自由市场上它存活不下来，咱们纳税人给了我们的这个中产来说，那我们的税就很重。同样来说，我觉得不应该这么重所以对于我给你举马斯克来说，你这点税对于他来说9牛1毛，但是反而就是我们中间让他交税更多。对，
应该让 Musk 交税更多，咱们交税更少。怎么让咱们交税更少？你把这个最低工资给提高了，咱们交的税就会更少了。Elon Musk 他给他的工人只给15块钱，剩下6块钱就是咱们这儿出。你让他给工资21块钱，咱们交的税就也可以少了。可是加州的福利始终还是在那儿，但是需要福利的人就会更少。我不觉得说，因为我领了21块钱，我就不去领那个福利了。您知道很多新闻说我开着宝马，我也去领那个福利的。那些是特别，那些是 fraud。OK，很多这些做这种确实有这种人，很多这些人都会就被抓到监狱里去的。他现在都是有这种 cap， 你的工资是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不能拿到福利了。OK， 但是现在很多的公司给的这个工资不到那个 cap。比如说，现在加州法律是说，如果你的工资是每个小时21块钱，你就拿不到福利了。公司只给你15块钱，那剩下6块钱你就是从福利那儿拿出来的哟。你让 Elon Musk 给他的 workers 每个小时21块钱，用福利的人在加州会少上万个。咱们所有人的纳税人的，咱们交的税都可以更少。关于这个福利里面的，是不是福利系统也会有很多腐败？是的，是的，可以聊聊这个。那谁来监管呢？我觉得咱们必须得改变咱们的政治。所有加州、所有美国所有的问题，在我的眼里都是他政治腐败里的问题。他政治里有了腐败，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腐败，都会被他变得更毒。如果一个政治家从一个石油公司，或者从以色列，或者从这个任何的公司拿到了1万块钱、10万块钱、50万块钱，那些人给他打电话，他每次他都会接。那些人给他写什么，他都会把这个写出来的变成法律。这个是第一个得解决的问题。我竞选的时候我说的很好，我天花乱坠。可是呢，当我上去之后，因为我后边也有工会，我还有汽车工会在支持我，他们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他们跟这种大公司不一样，他们的力量是票来的。我当政治家，我的工作就是得到票，就是得到这些老百姓的支持。他们有老百姓，那我就应该跟他们好，对吧？这种大公司没有老百姓，大公司只有钱，你不能把钱代替了票。我当政治家，我应该代表的是票，不代表钱，所以我支持工会，因为工会代表票，我不支持钱。那确实我有可能未来变得更腐败，我希望我不会，但是这个未来也不能保证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必须得，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讲，水至清则无鱼。当你进入到了跳到那个桌上，坐到同一个桌上吃饭的时候，如果是像您现在说的那样，你就跟这一桌子人吃饭的人格格不入了，对不对？那你肯定也会有一些改变，或者是那个什么，所以不能保证的是，您当选了以后，你所代表的这个派别就不会变，永远不会变成。对，确实，而且这个你政府变得更大，就腐败的这个力量就更大，对，老百姓就更加没有办法去监管你。是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咱们得很重视的一点。您代表的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对，就很多人质疑您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就是包装过的共产主义吗？不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在很多的西方的国家都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府，比如说法国的这个 Hollande， 法国上一届的总统，西班牙现在的这个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澳大利亚的现在的政府也是民主社会主义，那个英国现在就是 Labour Party， 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加拿大现在也是 Labour Party， 也是民主社会主义。你觉得加拿大的政府跟中国的政府像吗？您觉得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您现在看到英国和法国的问题，你不觉得他们是问题吗？法国不是，法国现在不是，英国。你走到街上，你的包随时被抢，你觉得？咱们看这点，你看这个那些国家跟美国，咱们比一些事情，咱们看大数据，看大数据是什么数据呢？你觉得一个平均的英国人，或者一个平均的法国人，或者一个平均的西班牙人，或者一个平均的加拿大人，跟美国人谁比起来谁更富？那应该是欧洲人更富。对，很多美国人觉得美国人更富，对吧？但是美国的平均的 GDP 确实比那些欧洲国家高很多。但是你要是看美国的平均的 wealth， 美国老百姓的财产比欧洲国家差远了。欧洲国家现在大约他们每年比美国人少工作2个月，但是他们的财产比美国人更多，而且一般更多很多很多。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那些国家，他的政府给老百姓提供了付得起的医疗、付得起的房租、付得起的教育，在美国咱们没有。20年以前，美国人的平均的寿命跟这些别的国家都一样，甚至更长。现在比他们差的越来越远，比很多这些国家差4年5年了。现在变成我们以前也经常说，美国也是个很奇葩的国家，它是所有发达国家里边，你不就很少那种没有全民医保、没有这个的国家，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到这个美国来。您说的这个民主社会主义，
在法国，你看，就像我刚刚说的，见人就抢。你去法国旅游，你都不敢背包，随时上去，那柬埔寨人就能把你抢了。这就是因为他没有制止这些非法移民进来，他们就在街上随意的去抢。咱们别讲1-2个人的故事，OK？ 咱们看这些大数据里，这点我倒真的不知道，咱们可以去查查。但是如果让我估计的话，美国平均的犯罪率比这些国家都会高。而且你再看美国分成州，哪些州犯罪率最高？大多数也都是红州。但是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反而是，你新闻上天天给你看一件事，你就觉得那件事是那样了；你新闻上天天给你看巴勒斯坦人杀以色列人，你就觉得巴勒斯坦人都是坏人了。可是你的信息来源不也是从新闻上？我看是大数据，我看的大数据是什么？比如说巴勒斯坦这件事，对吧？巴勒斯坦杀了2000个以色列人。以色列进去杀了10万个，这个大数据你是没法改了。你新闻你只看一点，你只天天就播这个故事。现在这些新闻上天天他就播加州犯罪，加州犯罪，加州犯罪，但是他不给你看数据。为什么不给你看数据？因为数据是反他的那个 narrative， 数据讲出来一个他不想讲的故事，所以他给你讲故事，他不给你看数据。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是今天以色列不做他的反击的话，那他会不会今天杀2000个，明天杀4000个呢？以色列那件事太大了，咱们要是说得说成一个小时。反对以色列这件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这件事情是最典型的政治腐败的事情。他偷美国人纳税人的钱，比别的任何的人偷的都多。以色列的老百姓有免费的医疗，以色列的老百姓有免费的教育，以色列的老百姓有特别便宜就能付得起的房子，咱们美国都没有。咱们美国没有免费医疗，没有免费的这个学费，没有免费的这个房子。为什么咱们每年给以色列那么多钱？一个以色列平均老百姓每年收700块钱美国人的就医，为什么给他们那么多免费的钱？凭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每年花5000万块钱来选支持他的政治家，结果给他多少？给他20 billion， 他把他这个5000万给翻了50倍，不是给翻了500倍。其实现在美国的校园里边，您看像看到了很多跟你一样就是持这样的一个态度的，他作为学生来说，把他们卷入这个国际政治，包括您现在做这个，你去反对这个以色列做这些事也好，是不是利用这个事情来作为你玩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的筹码呢？这个什么我研究说觉得不应该每年给以色列那么多钱。加州的大学系统要从以色列撤资回来，是的。但是这些钱它都是跟加州这些教学员工、教职工的养老费这些相关的。那如果您说把这些钱撤回来了，那你是不是用这个事情所谓的政治作秀嘛？就是不是，因为呢，我觉得咱们把咱们的钱撤出来是保护咱们加州未来的，保护老百姓的未来。为什么呢？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在世界法庭上被 accused of genocide， 是世界法律里最严重的罪，现在正在决定他犯没犯这个罪呢。如果决定他犯了罪，你觉得咱们加州投资的那些钱会怎么样？打水漂了。所以咱们如果想保护咱们加州的钱，必须得现在给抽出来。那抽出来这个钱会不会就被浪费到所谓的福利系统？不，抽出来不应该免费发给大家，咱们应该把这些钱投资到跟咱们加州的 value、跟咱们加州的价值观是同样的一点，不是去炸孩子，不是去杀老百姓。投资的这个事情，那谁来决定呢？那中间又会不会有腐败呢？猫腻呢？对，所以必须得改。腐败这件事是第一要改的这件事，我同意。这腐败这件事是就最根儿。对，那你到时候上台了以后，你比方今天给你的汽车工会或者是谁，我出来我做了一个这个什么东西，你把这部分钱抽回来投资到我这个地方。加州汽车工会代表的大多数老百姓是在加州大学里工作的人，其实也有很少去真正做汽车，主要都是大学上的里面的工人。这2年好像是随着川普的这个崛起，然后华人才越来越多的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角里边从政。那您作为这次代表华人出来竞选这个副州长，你觉得我们华人生活在美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要怎么去达到我们的自我认同？我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然后我们要怎么去融入到美国的主流文化当中？这个问题可能我也没有很简单的回答，这个还是一个我在问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刚才跟你讲过，我长大的时候从来都觉得我这个社会永远都不会让我变成一个真的美国人。我把我的英文练得多好，我看多少个美国电影，我听多少个美国的音乐，在他们的眼里我都不会是美国人。对，所以这点让我为我的华人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什么都是很骄傲的。对我来说，我最主要的一个这个 identity 比我是左派还重要，比我是一个男人还重要，
第一点就是我是华人。你看这次是因为川普去中国去访问前几天，然后呢，现在中美的关系现在缓和了不少。那像您说的，现在是两党一致的把我们中国人列为敌人。对，当你升上了这个加州副州长的职位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中美如果我们说如果关系降至冰点或者是破裂，那您是帮美国还是帮中国？还是你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我是被加州人选上去的。如果我是当加州副州长，所以我代表的利益就是加州人的利益。加州人的利益是什么呢？是不打仗。其实美国人的利益也是一样的，是不打仗。中国人的利益也是一样的，不打仗。冷战呢？冷战也是一样，冷战跟打仗，所有的老百姓都会变得更惨。唯一变得更好的就是这种武器的公司，他们会赚到很多的钱，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都会变得更惨。咱们在美国的华人会变得是最惨的。所以我选上去，我会第一代表的就是加州的老百姓，什么对加州的老百姓好，我就会支持那样的方法。你一直说你很喜欢华人和中国文化，那你选上了以后，或者是你会更多的回到中国去跟中国更亲近吗？加州副州长这个职业跟这个国际的这些关系没有很大的关系。上次加州州长去中国访问了，中国采用了非常高的规格接待咱们加州的州长。加州州长对，但是他去照着相见面什么的，喝茶这个可以，但是其实他真正能做到的事儿是很少的，因为美国宪法说这个国际关系是得这个联邦政府去管的，加州政府其实能做出来的东西是很少的。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代表加州的老百姓，所以这个去中国这件事儿，在我的 priority 上不是很高。您知道咱们有一位华人市长前2天就是被当作间谍被美国政府这个抓起来，就是我们阿卡迪亚市的市长。所以您觉得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会被美国政府当成间谍？这样？他其实不是间谍，这个联邦政府也没有说他是间谍，这个新闻上都说他是间谍，老百姓都觉得他是间谍，因为咱们现在美国社会很爱恨华人，一看华人就是觉得他就是很这个 suspicious， 对吧？其实他做的是什么呢？他是在他上台之前，中国政府给了他钱，让他去开了这个网站，说了一些中国的好话，也说一些那个中国旅游的事情等等等等。这个在美国完全是合法的。埃及政府想给你钱，让你说埃及的好话，你也可以去。俄罗斯的政府、以色列政府，哪个政府都可以给你钱，让你去说这个国家的好话。但是你得到的这个钱，你必须得在这个你得去 register， 你去登记一下。他就是没有登记。OK， 但是他上台之后，也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人说他把什么秘密给了中国，怎么着，这些都没有的事儿。所以说他间谍是不对的，他就是没有 register。我觉得有一点让我很震撼，咱们现在有这么多国会议员，有这么多的这个政府官员，以色列给他们钱让他们竞选，给他们特别多的钱，比中国给这个艾琳王给的钱多了很多。但是明面上他们是写在明面上了，他们就是在明面上，但是他们收的钱比这个艾琳高了很多。对，他们给了以色列的秘密，给了以色列咱们纳税人的钱什么的，这个艾琳都没有做到，但是他们可以合法的去做这些事儿，就是因为他写出来了。对，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其实他们做的比艾琳做的坏多了，但是他们做的是合法的，这个法律需要改，不能让别的政府能给咱们的政治家钱，咱们政治家就会把咱们国家的税发给这些别的国家。您看哈，咱们的加州州长也好，他们都是整个家族的怎样这个体系啊，都是家族的背景很强。那您可以聊聊你的家族吗？有这个能支撑你竞选的这个财力、物力这些吗？对，我的家长他们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是真的活了美国的梦。因为我的爸爸在中国是一个医生，我的妈妈是清华毕业的，她是工程师，所以他们是很成功的。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我的爸爸刚来美国的时候，他也不会讲英文，所以他那时候他去餐馆工作，去铺地毯等等，他就做了几个月，然后他就变得很成功。但是我老是去想，如果我现在让我去了另外一个国家，我不会讲那个国家的语言，我也在那个国家不能当律师了。我在那个国家，我必须得去洗碗、去铺地毯，我会是让我很难过。但是我的爸爸他就是有这种很强的这种 drive， 他很快就在美国变得很成功了。这个是我特别佩服他的，而且他成功也是那个时候美国的社会确实让一个这样的人来美国有机会，也不会讲语言，也没有什么资金，就在美国能成功。那时候的美国的经济跟现在的美国经济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国家了。
改了很多事情。这个是我想让美国回到那时候，让我父母在美国能成功的这个世界。然后呢，他们是在美国，后来我的姐姐是在纽约出生的。然后呢，他们就是一直都是想，首先是想回去看家人，第二是想让我和我姐姐也会讲中文，也明白中国的文化，所以就是回了北京，我是在北京出生的。所以就大家很好奇，就是什么样的家庭家族，然后来支撑你来竞选这个副州长，因为这个竞选肯定是要花钱、精力、物力、金钱这些，是的。对，所以你看到加州的州长都是非常有钱的这个家族。所以我们就在想，那你拿什么来跟他们抗衡？是这样子。我的家人也不是什么这种 political 的 family。可是会不会是因为您竞选了以后，之后会变得很有钱呢？就是利用了你这样一个身份，一个这个背书，然后在你之后做生意或者为家族谋福利呢？他们俩现在都退休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生意了。我也不觉得应该可以因为一个人竞选，他的家人就可以变得更富裕了。现在特朗普还有也不是只是共和党嘛，民主党也是很多这样，咱们政治里就是这样的腐败，很多人就是靠这个进了政治，就把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家庭都变得更富裕了。你看这个 Nancy Pelosi 对吧？民主党的这个Nancy Pelosi 她的股票的这个投资是比任何的这个 index 涨得都更高。你要是跟 Nancy Pelosi， 你就能变得特别富裕，这就是腐败。所以我不止这点。我的家长他们现在已经退休了，所以拿不到什么好处，但是他们确实对我的成长、对我从政有很大的这个贡献。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咱们 Oliver 跟我们畅所欲言。如果你支持我们的 Oliver 的话，请您给他投一票，谢谢。谢谢大家，讲得很痛快，谢谢你。谢谢。